韩国 APEC 中美搁置争议向前看之后，1个月里，全球地缘都在快速的重组。除了小鬼子在狂吠美国的盟友们看自家老大调门降了下来，纷纷第一时间要求来拜码头。法国要在12月来，德国外长被拒之后，只能靠着自家首相莫尔茨自己去 G20 上面跟咱家李总收手，争取到了1月访华的机会。最好笑的就是加拿大总理在 APEC 被川普和搞事的早苗同时拒绝见面之后，却得到了我们抛出的橄榄枝，结果这次在南非的 G20 峰会上面，简直就是陈佩斯附体呀！卡尼在发言时高调表示，世界没有美国也照样转，跳得最欢的永远都是骑墙的啊！中外莫不如是，而美国这边呢，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手把手的教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如何给领导做心灵马杀鸡。从结果上看维特科夫确实是很有心得，这马屁的手法用在川普身上真的是一用乌克兰一个不吱声，司机现在心里苦大帝也是放下了虚与委蛇的姿态，明确告诉乌克兰无条件停火不可能，俄罗斯打下来的土地你就甭指望了，加入北约也不可能，赏给你的和平28条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赶紧领旨谢恩吧。乌克兰这小脑袋瓜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使，日本现在都有3个活爹，那我也可以有上个月还在指责我们说我们援助俄罗斯，最近倒是指望起东大为他出头做主持正义来了。要不怎么就说白左教育害人呢？你看看从小孩到国家都能教出一模一样的这种冤种巨婴来可以说民主党培植的一众代理人现在都属于是自身难保。菲律宾的小马克思被亲姐姐爆出全家都是毒虫。这几天随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洪工程的贪腐案发，国内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小马克思政府的游行示威。那冯德莱恩、卡拉斯和贝尔伯克这3个宝贝属于是民主党培植起来的典型政客，如今在国际政坛上说是毫无号召力，也算得上是无足轻重了。目前只有委内瑞拉在全球各种形势趋缓之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今天呢，哥伦比亚总统的表态非常有看点。主持人问咱邻居委内瑞拉现在情况不妙，咱会不会受到波及毕竟美国打的是禁毒的旗号去收拾委内瑞拉的呀。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才是美国违禁品名副其实的批发中心哥伦比亚总统微微一笑，表示咱没石油轮不到咱。这几天还有媒体爆出美国战争部长下令对委内瑞拉疑似走私的毒船格杀勿论，全球都明白美国图的是什么，只不过既然是奔着利益去的，那么其实反而充满了讨价还价的空间，未必会这么快的爆发。其实纵观这1个多月以来的全球各处的此消彼长的局势，真正的脉络就是产业和美元霸权。亚洲的局势其实要从现在已经被以近乎于叛国罪起诉的尹锡悦说起。实际上我们的产业突围在西方看起来就是他们的高端产业链一环一环的被我们取代的过程，最先被取代的就是韩国，然后日本，现在到了欧洲，谁疼谁才跳得最欢，谁背后的金主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前景，谁才会孤注一掷的狂吠不止。原来我们跟这些发达国家分配好了的产业链的关系是上下游的合作，他们吃奶油最多的蛋糕，我们吃些残羹冷炙，现在变成了同场竞技，而且我们不只要吃蛋糕，吃奶油最多的那块蛋糕，甚至连唯一的那颗草莓我们也想尝尝了。汽车就是最好的案例，先是韩国的汽车份额被超越，然后是日本的，现在欧洲的车企如果不主动拥抱中国，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基本上就等于自绝于市场了。也因此，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饭碗被抢的初期，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打破默契和规则，甚至像尹锡悦和高市早苗之流有铤而走险的倾向。可是这2个大宝贝珠玉在前，欧洲又被俄乌冲突折腾的血条几乎耗尽，如今还被老大突然变对手的局面玩了3魂没了7魄。实际上现在全球经济体已经开始思考一个不愿意承认但又最具可能性的未来了，就是中国领跑世界时我应该站在哪里。美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卢比奥之所以能够上位并被我们制裁，就是靠以强硬著称的打中国牌嘛。当时整个美国从精英集团到红脖子 MAGA 都弥漫着一种东大不堪一击，只要美国足够强硬，再和盟友一拥而上，压力给到位，美国就能拿回他们自认为属于自己的一切。
可以说，在关税战之前，对于关税战或者热战，美国的鹰派都充满了信心。但是经过关税战铩羽而归，还有武器空战的超视距打击的震撼，以及93阅兵展示了各种足以覆盖全球的东风导弹之后，明显美国内部的利益集团的眼神开始清澈了，开始更为审慎的评估和中国的关系了。其实并不是政客本身变鸽派了，尤其是川普，他是对自己的民意支持率非常敏锐的一个表演性政客，他的白宫小班底基本都是作秀小能手。那曾经针对我们呢，是因为有选民的支持，现在心平气和其实也是因为选票。美国民众们被贸易战的这物资短缺、物价飙涨的现实一教育，你猜怎么着？发现自己没有那个实力了，没有饿一顿肚子解决不了的偏见，如果有就多饿他几顿。其实现在美国从上到下没有明说，但是心照不宣的一个判断是，无论在贸易战还是在热战，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和成本都已经是难以承受的程度了，以至于曾经靠在国会举行中国周来获得民意支持的共和党，现在都在全体寄希望于4月川普访华能签订一个大单来逆转中期选举的颓势。很难想象去年此时还弥漫着要教训一下东大，美国就会好起来的舆论风向，如今已经陡然变成了万众期待川普大统领能跟中国签一个大订单，让美国的经济好起来。可以说从奥巴马2009年要重返亚太开始，建立 TTP， 把中国从全球分工中试图摘出来，到拜登的极限加息，技术对我们进行围堵，给了美国一种自己运筹帷幄如此之久，还有一战之力的错觉。等到川普上来，把奥巴马拜登筹谋已久和鼓吹的种种尝试了一遍之后，发现搞不赢于是利字当头的美国内部利益群体迅速就达成了一致，就是要和中国一起赚钱。所以欧洲看着老大这次又要跳反，果断的就先跑来谈合作了。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地缘形势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呢？美国认清了现实之后，他就能消停的让我们稳步迈向2035了吗？只能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必然是曲折的。首先呢，就中美关系而言，热战以及像关税战这种对方主动发起冲击会减少，但是彼此的博弈并不会停歇。对此，林毅夫老师在23号的演讲中有一个论断我很认同，即当中国的人均 GDP 从目前美国的1/5逐步提升到美国的1半水平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2倍时，中美之间的斗争将会降低，合作的态势将会成为主要趋势。因为当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50%时，中国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如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市的总人口正好超过4亿。这部分跟美国相当的人口的人均 GDP 就有望与美国持平，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先干出来一个美国了。那么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潜力也会更为巨大，因为人均 GDP 本质代表了平均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水平。如果我们一线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全球最高，那么内陆和其他地区的增长就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区域的后发优势会随着 AI 革命的发展更具有增长空间，存量问题更少，新的区位优势会带来更高的增长潜力。到那时，中国在各个领域可动员的物质力量将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将基本消弭，难以找到更有效的卡我们脖子的手段。我认同林老师的评估逻辑，其实如果从人均制造业 GDP 上面来看，能更精准的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情况会更加乐观，也更能印证当前地缘形势的转变。根据美元计价我们的制造业产值目前占到全球的30%左右，美国占到10%。如果以联合国公发组织的加权计算，我们已经占比达到了35%，并且在2030年将达到40%。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经购买力评价计算占到美国的1/5的话，其实也就是1946年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1985年的韩国。显然，如果只是那种实力的话，并不足以让今天的美国铩羽而归，不敢弯弓而抱怨。而如果以人均制造业 GDP 来计算的话，我们现在是美国人均制造业 GDP 的87.5%，这个数值就比较合理的能够解释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快速转变了。而当这个数值达到100%时，我们
们的地缘环境会进一步的好转。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届时我们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任何国家跟我们做生意都是利益巨大的，任何制造业离开我们的供应链都难有一战之力，扎根中国市场将是全球制造业必须要做的选择。而这样的经济生态之下，地缘政治的转向就只是一个必然而已。然而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需要我们万众一心的冲刺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其实还面临着很多逆流的挑战。现在小鬼子家呈现出的活不起就找死的这种历史惯性，和美国积累的巨大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很可能拖慢我们达成安全数据成就的这个进程。日本的风险昨天的节目给大家分析了，那美国如今的 AI 泡沫的风险，可能很多人还没有一个定量的概念。简单说一下哈，如今 AI 芯片投资的风险完全不亚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危机时的这种状态，而各大 AI 巨头和华尔街的私募鼓捣出来的这个算力次贷，比08年地产次贷危机的金融链条更加脆弱。如果风险被引爆，几乎就是2次危机叠加在一起的威力，这样势必会对全球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可以说啊，1055建议稿中强调的可能要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挑战，并不是无的放矢。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波折与乱流，考验着高层的智慧，也考验着每一个身处于这场伟大的变局之中的我们。看到风险也能把握机遇，心向光明，但也无惧波折，未来终归是属于我们的。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